据媒体报道，中国人解放军在西藏地区大批量地使用了军用机器人，这是怎么回事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说机器人为在高原寒冷地区和空气稀薄条件下的行动遇到困难的中国人解放军提供了重要的后勤物资运输和火力支援。中国在西藏呢部署了88个装备有轻机枪的尖爪型遥控战斗机器人，其中有38个部署在了拉达克地区。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生产的尖爪式遥控战斗机器人可以被用来在复杂的地形条件下进行侦察、巡逻、运输武器和后勤物资。遥控战斗机器人在高原地区，它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优势呢？首先，这些机器人可以在复杂地形上运动，能够爬高。由于它们的相对功率比较大，因此爬坡的能力呢比较强。同时，它们带有武器，能够运输，又配备有武器，既能给高原的前线部队运送相应的武器弹药或者是生活给养，也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利用他们自身携带的武器支援前线部队的作战。这个就是战斗机器人所拥有的优势。何况由于上面没有人，因此呢不怕牺牲。那么高原地区啊，除了地形复杂以外，还缺氧，空气比较稀薄。那么这些战斗机器人肯定是为高原地区使用而专门开发的，功率足够，对氧气稀薄的环境表现不敏感。因此呢，他们的列装有助于大幅度的提升我们边防部队的巡逻和执行相应的任务。用人把重物搬到山顶上恐怕是相当困难的，而用机器人呢往往能够圆满地完成类似的任务。那么除了遥控的战斗机器人以外，其实高原地区还需要很多先进装备。比如说在这个地区呢，还部署了120辆中天控股集团公司生产的履带式的无人作战车辆，其中一半的车辆位于与印度交界的边境地区。这款履带式无人作战车辆的最大续航能力为50公里，它也适用于在复杂地形和地区的行动，可以临时携带200公斤以上的装备、弹药或者武器，并且呢完成相应的火力支援任务。从中可以看出来，它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运输，但是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配备相关的武器装置，比如说遥控武器弹啊，成为一款比较先进的自动的火力支援车辆。这些无人驾驶的战斗机器人、运输机器人可以和我军的一些有人驾驶的军用车辆呢相配合，从而大幅度的提升我们边境地区的保障能力和战斗支援能力。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自动运输设备以外，中国人解放军在这个地区呢，现在还在使用一些先进的装甲车，比如说 VP-22战术装甲巡逻车。这款战术装甲巡逻车可以作为运输和急救车辆来使用，正常情况下可以运送15名官兵。目前我们在西藏地区开始大量的部署各种各样有人驾驶的和无人驾驶的多功能平台。那么这些平台很多都部署在边境地区。我们知道边境地区的地形复杂，而且海拔高度比较高。那么这些有人驾驶的或者是无人驾驶的车辆，它们有一个统一的特点，能在正常的公路上跑，也能够翻山越岭，在复杂的地区所使用，从而大幅度的提升了我军边防部队的综合巡逻和作战能力。相比于边境线
对面的印军。应该说，我们在作战机器人的开发和使用方面，大大的领先于印军。印度目前呢，只能派大量的人员驻守在这些高海拔的区域，后勤保障、他们的活动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再加上他们的公路网建设相当的落后，不要说使用机器人了，是吧？即使是用车辆给他们运送相应的保障物资，都相当的困难。从中呢，也可以看出两国军队在后勤保障和火力支援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因此，我军只要用少量的兵力就可以完全管控我们的边境地区，而印度派再多的兵员，也恐怕很难达到其目的。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